问你个问题，现在的动画审美在退步吗？我想说没有。不得不说，你看完超跑第3季后，重看超跑第1季，你就会有一种明明这个画面也不错啦，怎么就是感觉怪怪的呢？不光是画面上的技术迭代，不是过去能比的。这样的情况在 Fate 上很明显 ，Fate Stay Night 的 UBW 线看着就没有 HF 这个剧场版那么有冲击力，不过剧场版的资金确实更加充裕。如果把 UBW 的画面用来比 Fate Zero 的画面 ，UBW 看起来也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。而技术的迭代最惊艳的是动画的背景，像鬼灭之刃这种，不说其他的，无限城那个背景的运镜，放在以前那是想都不敢想。这种作画在老动画中，00年诞生的弗里克里用过，但人家弗里克里是一部实验动画，一般的 TV 动画哪有钱让你这么造的？不过拿以前高质量的动画来和现在做对比的，但说实话，以前的高质量动画又能有多少？90年到10年，每个季的动画的数量可以说是被现在倍数暴杀。而安野秀明当年为了画个安野爆发，天天睡办公室。然而现在这种特效技术，往前推10年 ，AE 自带的粒子特效就能平替个7788了。动画在画面上是有着十足的进步的，总不能说带露露的质感没了就是一种审美降级吧。然后咱们看剧情，这个应该是现如今被诟病的最多一点。说到现在动画的剧情如何不如以前的什么什么，但你以为这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哥们儿，13年开始追番，11年、12年左右入宅，这些话连词儿都没改过，一路说到了2025。能说出这种话的，基本上就是想要装老登。但是一问新动画，5、6年没看了，这都是保守估计。可能说这种话的人不只看了1、2年的动画，那么现在的剧情不比以前差了吗？为什么会这么觉得？无非就是量大了，同质化的内容多了。现在是异世界，以前是校园日常，再往前是萌豚，那么再往前的大机器人就不是同质化内容了吗？无非就是现在每年动画的数量是过去的数倍，还看起来全是某种作品。那么拿23年和24年举例，真正意义上的神作确实就福利连一个。但当你看这2年星海战记、我心卫、推子、超版女友、爱犬女主、迷宫饭这些动画，好作品好故事真的少吗？可是往前推10年，公认的神作啾啾3、游戏人生，确实盘点好作品的时候数量多到读出来像在报菜名。经历过那个时期的朋友请你回忆一下，银之匙在那个时候它有热度吗？那些话术套用到最近也一样能用，到时候深夜重拳、悲喜余生、失忆头补，没什么人聊的动画都会被拿出来吹，是好动画吗？那肯定是啊，但没热度啊。和银之匙、奈亚子、打工魔王一个路数。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以前是大机器人的时代，那个时候整个世界都在科技腾飞、火箭升天、潜艇入海，那就是属于科技的时代。也别说什么经济环境，日本泡沫破了的时候出了 EVA 之后的马库罗斯 F 是06年的，太空探索和科技就是那个时代的议题，所以每个时代的剧情就是那个时代议题的映射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校园？那就是那个时代的局限，需要安全感所带来的局限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孤独摇滚即便主角全是学生，也依然会去接触社会。无奈和喜多川一样是辣妹打扮，一样是宅，故事核心却是一个偏向于校园和家庭的交往，一个倾向于户外和社会的交流，这些都是非常直观的时代议题。同时由于做动画确实不容易亏钱了，越来越多的动画就是奔着娱乐来的，所以有了一种纯粹娱乐化的感觉。那能算退步吗？就算退步，能怪到动画头上吗？很明显不合适吧。再怎么偏袒老动画，也只能算个平局吧。别去理睬那些二次元老登的话，这种感觉就是有个老头拿了张身份证出来跟你说我比你活得久，那你咋办？与其和他吵，不如问一句这个季度看了哪些动画。那么大家这个季度看了哪些动画呢？我是凯奇，我们聊聊新番如何。